别盯着什么都没有的雾气看啦，快跟我来。你是谁？你过来我就告诉你。对方似乎比我更了解禁地的内情，但问题在于，怎么办？要相信他，跟着光团吗？还是我自己走呢？所以，你到底是谁？我的名字是小 V， 虽然我们暂时不能见面，但在同行期间，我会好好指引你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为什么呢？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好心。先不说这个啦，因为第一个漏洞已经出现了。漏洞？你是指这个控制台？嗯哼。可它又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，在一团迷雾中？原来你眼中的禁地是迷雾啊！那我呢？我是什么样子啊？你是一团光。看来你没什么想象力呢。如果是由我而生的幻觉，这里肯定鸟语花香，生机勃勃呢。不开玩笑啦。简单来说，你眼中的迷雾只是幻觉为真实拉上的帷幕。当然，幻觉的呈现形式也和你本人密切相关。至于控制台，它本来就是现实中的控制台，是帷幕百密一疏的破绽，所以我才叫它漏洞，很好理解吧？那么，如果能让漏洞不断扩大，就能彻底撕裂幻觉，进而重建真实。没错，就像破了一个洞的窗子，很快就会全部碎掉一样。听你的描述，这并非难事。可我具体该怎么做呢？把你的手放在控制面板上，之后我会经由你对控制台的触碰进入漏洞，先挖取可用的信息，再在里面搞点破坏。你在担心我做什么手脚吗？在这种环境下，碰到一个愿意帮助我的人，我的确非常感激。但先表善意，后取性命之人，我也不是没有见过。不过现在，我确实没有别的选择，所以，拜托你了，小 V。好。果然，看到你这么开心，我也很高兴呢。可惜，这里的漏洞比较小，能提供的信息有限。不过，下一个漏洞说不定就不一样了。啊，真对不起，我不小心碰到了禁地的自动防卫系统。没关系，他不会阻碍我。你好厉害呀，浮华！这不算什么。不过小 V， 你知道崩坏兽或者量子生物吗？那是你眼中的怪物的代称吗？听起来很复杂的样子。我最讨厌那些晦涩难懂的名词了。在我看来，统一叫怪物不就好了？我也这么认为。无论如何，现在并不是深入调查这些的好时机。小 V， 我们继续前进吧。找到格蕾修才是当务之急。
看来，我的确离他越来越近了。浮华，像上次一样，把手放在画板上吧。好。马文，你很好奇我在画什么，对吗？我在画一颗星球，这颗星球首先是一片白色，上面什么都没有。你说星球不可能由单纯的色块构成，我知道，但你看，我才是握着画笔的人。而且我也见过现在的大家用自己的画笔描绘出的色彩，他们绝大部分人色彩缤纷，却有些杂乱。以前的人不一样，那时的大家只有1到2种色彩，而且其中一定会有一道与命运相关。不过，考虑到这颗星球目前还没有人居住，它的确应该是一片纯粹的白色。白色可以将所有不和谐的颜色掩埋，并因此具有绘制所有色彩的可能。比如说，我会画上绿色，它承载白色的希望，从而带来生机。在我回到地球和大家一起生活的那段时间里，大地上到处都是绿色，成群的飞鸟绕林木起舞，清凉的溪流沿密林穿行，没有枯焦的土壤，没有灰白的碎砖，也没有红色的火焰。马文觉得我的星球和地球一模一样吗？不，它们不一样。地球的绿是流动的绿，会变成黄色，会变成褐色。在我的星球，绿色不会枯萎，就像长明的旭光。无论春夏秋冬，只要在早晨睁眼，你就会看见。我会加上蓝色的天空，白色的云朵，最后再加上一些小动物。天空是星球的另一片陆地，白云上生活着暖和的天鹅，勤劳的刺猬，还有糖果做的螃蟹。你问我为什么最后没有人类？因为这颗星球并不是为了让方舟播种而存在，我只是觉得宇宙中应该有这样一颗星球而已。马文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一旦播种，这里很快就会充满人类的颜色。不过，人类的颜色与这颗星球原本的白色、绿色、蓝色接触，又会变成什么样的颜色呢？我很理解这位格蕾修的心情呢。生命的本质是膨胀，它既不可逆，也难以静止。当种子落地的瞬间，不仅是这片土地，连播种者本人都会产生某种尚不可觉的变化。因此，在他审视自己的工作，乃至将要因自己的工作而获益的人们时，才会感到迷茫吧。迷茫，是否每一位孤身长行于某条道路的人，都会产生类似情感呢？凯文如此，苏如此，我如此，格蕾修亦是如此。但好在这一次，格蕾修的身边有人陪伴，
马文，那应该是他在方舟休整期认识的新朋友吧？不过，这个小 V 究竟……嘿，我好像又挖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哦。本日天气恶劣，能见度极低，暴风雪仍在持续。原位资源采集系统正常工作，资源采集效率为25%左右。预计39小时后补满储水匣与燃料舱。这颗矮行星与火星类似，都是一颗荒芜星球，只是要寒冷许多。表面布满由甲烷形成的雪。在方舟着陆点以东3.4千米处，有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，它大大削弱了暴风雪对方舟的损耗。最后，地球仍未回复方舟此前发送的信息，原因不明。我选择在这颗星球着陆，不是为了播种，只是为了补充资源，以便后续探索。马文也提醒过我，不要只是因为发现了几处与火星相似的地方，就擅自终止休眠，在这种随处可见的星球上浪费时间。我想马文说的对，但每当我回想起在火星上发现的废墟被水流侵蚀的痕迹时，就忍不住想象那里曾经拥有的。啊，录音到这里就中断了。那并不重要，我的目的是找到格雷修。啊，说得对，那我们就赶紧朝最后一个漏洞出发吧。最后，小 V， 这一次的漏洞看起来很危险。我是不希望你冒险啦，但漏洞变得这么诡异，是不是也暗示着那边的小格雷修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呢？警告！警告！不明物体正在靠近，已开启自动防御系统，强制启封休眠舱。发生了什么？方舟受损率已达23.27%，紧急逃生舱开启，请。格雷修，等等，这些怪物。小 V， 既然目的已经暴露，你还不现身吗？你这话的口气，怎么把我说的像个坏人呀？你该不会认为自己骗人的技术很高明吧？说到底，你是什么人？怎么会认识格雷修？又怎么会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？哎呀，我以为你只是个冒牌侦探，没想到观察力还挺不错。你看上去已经这么虚弱了，怎么我还是获得不了权限啊？所以，你利用我接触那些漏洞的机会，在我专心查看时，趁机蚕食我的精神。更准确的说是夺取呢。好啦，这件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就干脆方便方便我嘛。虽然见不到格雷修有点遗憾，但你放心，他根本没有什么事。很好，既然已探明真相，我就无需客气了。
寸进。开天！结束了，小 V。结束了。不得不说，在演戏这方面，你好像和我一样有天赋呢。所以，你现在能和我聊聊，你对这些信息的篡改程度了吗？我还没有那种了不起的能力啦。你的所见所闻全是事实，甚至包括方舟最后记录下的那段语音。不过，作为你陪我玩的奖励，我也的确有帮你把漏洞扩大哦。你瞧，那边就是通往真实的出口，格蕾修也真的在那边等着你。至于你要不要相信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总之，你不愿把皮囊借我一用，那我们还是有缘再见吧。还是先确认一下出口吧。我真的找到你了，格雷修。